陛下，秦国大军都打到边境了，我们只有割5座城池给人家求和，才能保住大钱的安稳。东陵侯，你个卖国贼！目无君王，横行朝野，外敌打来你不想着带兵抵抗，反倒逼着皇上割地赔钱，朝廷给你的俸禄全喂狗了！来人，把这满口胡言的疯子给我抓起来！宿主被人杀死，可带着亿万财产和仙人修为返回现代，享受爽文人生。我本是现代的一个龙套演员，女朋友嫌弃我没钱没本事，出轨了导演。你不是天天吵着想加戏份吗？今天我专门给你安排一场活埋的重头戏。这对狗男女伪造事故，想害死我。我意外穿越到了大前王朝，这是个类似春秋战国的乱世，人命如草芥，更有修仙者移山移海，飞剑杀人，凡人活到成年都算老寿星。而我偏偏绑定了作死系统，只要被人杀死，就能带着钱和修为回到现代当人上人，狠狠打脸狗男女。满朝文武都是懦夫，只有此人敢以死执剑。他是我制衡奸臣的利刃，绝不能死。卖国奸贼，再不动手，我可要问候你全家了！住手！东陵侯，持刀入朝擅杀忠臣，你想造反不成？臣绝无半分反心。方圆藐视天威，臣只是替陛下整治朝纲罢了。朕已经登基亲政，东陵侯，这点小事你也要插手，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女帝这是要保我，她保了我，那我还怎么死？东陵侯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替朕操劳，那朕就命你出兵伐秦，不胜不许回朝。臣遵旨。且慢，长这种脑子也配治理江山？回家抱孩子吧你！方圆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骂朕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骂你怎么了？你让东陵侯这个卖国贼统兵作战，置大前江山于不顾。你不是昏君，难道我是昏君？你一个小小青天剑，不知道自己长着几颗脑袋，不怕朕诛你的九族吗？诛我10族又何妨？我方圆直言进谏，为国尽忠，死而无憾。来来来，往这儿砍！老夫为官数十载，风骨还比不上一个9品小吏，实在汗颜啊！这方圆当堂骂君，只怕有10颗脑袋也不够砍的。来人，扒了他的朝服。终于，下一步就是推出宫门斩首了吧？电视上经常这么演，这我熟。我马上就能返回现代，拥有亿万财富，享受人生了。哈哈，这下包死的，不知盘中是赐死的毒酒，还是自祭的白灵。什么？陛下，你不是要刺死我的吗？方圆，还不速速上前听风！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怒骂女帝，她不仅没罚我，还要给我升官，这剧情不对啊！方圆，朕念你忠勇无畏，破格升你为钦天监的监正，并掌侦察百官之权。我当钦天监监正，监察百官，我要的是赐死，是毒酒，是白绫，不是升官啊！
恭喜方大人高升！方大人手握监察之权，前途无量，日后还请方大人多多提携。朝中奸臣当道，得罪死他们，我10个脑袋也不够砍。你们一个个结党私营，欺上瞒下，贪墨腐败，我定会严查。你们还好意思笑？一个个领着军饷混日子，克扣士兵血汗钱，见到敌军却吓得腿软，全部都要彻查。我现在成了朝中的众矢之的，绝对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朕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方爱卿监察过程要是出现意外，朕不介意给朝堂换换血。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，恭喜大人！想死怎么这么难啊！王爷，求您放过我娘子！本王看上你的女人，是你的福气。可是个狠角色，说动手就动手，我惹了他，这下包死他。把他乱刀砍死，丢去喂狗！来呀，往这儿砍，砍不死我，你就是我孙子。好，我成全你。这下总算死定了。郑国公，您老人家怎么来了？老夫来迟了，方大人，你没事吧？靠，差一点就死得透透的了，您老就不能真来迟一点吗？算了，烈王是太后的心头肉，得罪死他，我肯定被太后砍成臊子，得更作死一点。你想干什么？本王是陛下亲弟，皇家亲王。甭管你是什么亲王，哪怕是当朝天子，但凡欺压百姓，我照揍不放。你得罪的不是我，是大钱百姓，是大钱的民心。本王错了，跟二位赔不是。对不起，还请二位见谅。多谢大人。好一个铁骨铮铮的忠臣，比老夫当年还要刚烈3分。好一个方圆，竟然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！放心，母后定将他碎尸万段，为你报仇。方大人，你不该入宫的，太后她要杀我，明知道太后要动杀心，您怎么还非要往里闯啊？舍生取义罢了。舍弃生命，取得系统送的亿万财产，当然是舍生取义。方大人真乃大前第一忠臣。烈王，太后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你还真敢主动送上门，竟敢动手殴打王爷，藐视皇室！今天我非得把你碎尸万段！太后要动手就抓紧，磨磨唧唧，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。什么？你找死！太后万万不可！陛下御赐打王鞭，上打昏君，下打奸臣，见鞭如见陛下，请太后快给方大人松绑。方圆藐视皇家，可是死罪，打王鞭也救不了他。对了，以后就该这么硬气，再刺激他一把，今天必死无疑。放肆！哀家身为国母，你一个小小臣子，竟敢打我！对打王鞭不敬是不忠，纵容你这废物儿子欺压百姓是不义。不打你打谁？反了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拉出去砍了！
方圆，死到临头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有，我确实有点后悔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太后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后悔没多给你几巴掌。即刻行刑！我倒要看看是他的嘴硬，还是铡刀更硬。终于能死了，亿万财产，仙人修为，爽文人生，我来了！是哪个不长眼的要坏我好事？陛下有旨，刀下留人。皇姐，我平白无故挨了一顿打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欺压百姓，国法家规就是这么教你的。削去你所有封地俸禄，只留王府居所，杖责50，以儆效尤。太后滥用皇权，擅斩忠臣，即日起入大佛寺静心反省3年。陛下开恩了，臣知错了。陛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想死就这么难吗？简正大人成了陛下面前的第一红人，怎么看着还不高兴？大人忧国忧民，哪会在乎这些俗物？地星昏暗无光，妖星直冲紫微星，天狼星耀武扬威，大前国运要崩坏了。原来大人是在担心国运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回大人，地星暗淡，妖星犯主，这是实打实的亡国之兆啊！这大喜，哦不，大悲之事，我得进宫禀报陛下。大人三思啊，直言亡国凶兆会触怒天颜的。您刚从行刑台上下来，搞不好又上去了，万万不可啊！是吗？那我更得去了。陛下，如今天下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全是陛下励精图治之功。陛下实乃千古明君。大钱都快要亡国了，陛下这个千古明君，到阴曹地府去做吧。方圆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没有旨意擅闯御书房不说，还敢用言语侮辱朕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这次总算死定了吧？陛下三思啊！谁又来求情啊？恩师，您怎么来了？陛下，如今内忧外患，外有大秦虎视眈眈，内有大旱，民不聊生。方圆虽无礼，可所言非虚。现下确实有亡国之兆。方爱卿，是朕错怪于你了。往后国事安危，你尽管直言进谏，朕绝不怪罪。陛下，您还是杀了我吧！您今天不杀我，说不定以后所有大臣都会学我的。你说的不错，文武百官确实该以你为榜样。方清，你怎么又坐下了？快起来！陛下，如今东陵侯搞得军营乌烟瘴气，军心涣散，臣愿去前线督军，保卫大前。你只是个文官，战场凶险，让你一个文臣上战场，难道我大前无人了吗？杀鸡焉用牛刀，为了大前，臣就是死在战场上也无怨无悔。陛下，这法子可行。方圆作为天子面前的红人，上了战场必能振奋军心，令我军反败为胜。方圆，你对朕很重要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朕还有好多东西要和你深入交流。深入交流吗？
得罪这些世家兵秘，用不着上战场，我就得被人打死在这儿。大敌当前，施酒划拳，把军营当青楼啊！哪儿来的狗杂种，敢搅扰老爷们喝酒的兴致？滚！今天我就替圣上好好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让你知道这身军服是来干什么的。以后谁再敢欺负人，这就是下场。你给我等着！总算来杀我了。方大人，我们救驾来迟，让你受惊了。我不过是替底层的他们出了口气，犯不着为了救我，连长官都直接杀掉吧。军中不可一日无将，我等愿意听候大人调遣。不是吧？这都能混成老大，这还让我怎么作死？侯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方圆他把所有将士都拉拢到他自己手底下了。好手段啊，方圆！悄无声息把兵权全攥自己手里，直接架空我。侯爷您不必动怒，等到明天两军对阵的时候，侯爷只需要把方圆引进秦军的埋伏圈里，这样既能除掉侯爷的心头大患，又能逼钱月荣割地赔款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妙，此计正中下怀，便按秦使之计行事。事成之后，后患尽数清除。我们这是中埋伏了，哈哈，我这下绝对死定了。方大人，你快撤，我们来掩护你。不，我来掩护你们。该死的秦军，有本事的话，就让这箭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方大人愿意为了我们赴死，我们岂能弃大人而去？兄弟们，跟秦军拼了，拼了，誓死保护方大人。我说各位弟兄，一个月就发这么点饷银，你们玩什么命啊？这不对吧？怎么还能反败为胜啊？启禀陛下，我军在前线大败，方圆壮烈殉国。方爱卿，可怜你一心为国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陛下，如今大钱已无力再战，当下唯有割地赔款，才能保全大钱社稷。报，方圆大人凯旋！你说什么？东陵侯，你暗中勾结外敌，故意把我引入敌军圈套，还盘算着逼迫朝廷割地求和，赔付金银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方圆，你血口喷人，前线大败你却毫发无伤，我看勾结外敌的是你才对。东陵侯所言不错，请求陛下将方圆打入死牢，严加审讯。那方圆素来桀骜不驯，藐视朝堂，发兵前夕大闹营帐，动手打伤麾下将士，目无军纪。臣等恳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处死叛国逆贼方圆。通敌叛国，来的真是时候，我得抓住机会。方爱卿，他们这番说辞皆是无端构陷，你不必惶恐，朕定会查明真相，还你公道。不，他们没有冤枉我，我确实贪生怕死，通敌卖国。方圆，朕待你不薄，视你为肱骨，你竟通敌叛国！臣无话可说，愿以死谢罪。好，即刻把方圆打入天牢，
明日正午押赴菜市口，斩首示众，以正视听。陛下圣明。恳请陛下三思。谁若敢替方圆开口求情，一律同罪，一并处斩。终于能死了，不过钱月容确实待我不薄。希望我死后，他能看清楚谁忠谁奸，为大钱苍生谋福。乱世之中，竟有人能秉持忠君爱国之心，发出如此浓郁的浩然正气。这般忠良臣，绝不能让他白白牺牲。53刻已到，行刑！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鬼头刀落下，我就能带着亿万财产和仙人修为返回现代，狠狠打脸狗男女，过爽文人生。求陛下饶方大人一命，方大人是为民做主的好官啊！方大人不畏强权，惩罚列王，为民做主，绝不可能是叛徒！陛下明察呀！方大人奋勇杀敌，带领我们大破秦军，绝无二心，求陛下明察呀！禀陛下，方圆彻查贪官污吏，为官清正廉洁，绝对没有通敌卖国之嫌，还请陛下明察。我等愿随方大人请命。众位爱卿，各位乡亲父老，你们起来吧。方圆通敌一事，朕会亲自带头彻查。方圆今天必死无疑，谁都救他不得。是商君阁的仙人，难道方大人必死无疑了吗？本座乃商君阁长老，应东陵侯之邀，特来监斩叛国逆贼，还不行刑？方圆通敌，疑点重重，如今又有万民请命，真相未查明之前，万万不可错杀忠良。区区凡人也敢质疑本仙，若敢违抗，本仙踏平你们大钱京城！大钱不敢违抗先师。仙师，方圆这叛徒通敌卖国，罪该万死。仙师亲自动手，才能杀意尽摆。陛下，不要杀方大人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家不用替我求情，脑袋掉了碗大的疤。20年后，我方圆还是一条好汉。我方圆上对得起天地朝廷，下对得起苍生百姓。今生我死而无憾。这是儒道圣威，这怎么可能？商君阁修士以仙压凡，残害忠良。儒圣饶命啊！小人错了。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，而不是知道自己错了。儒圣千年不出世，偏偏在我要被砍头的时候现身救我，怎么这么寸？好一股纯粹至极的浩然正气！我以仙人身份起誓，方圆是大钱1等1的忠臣，绝不会通敌叛国。多谢仙师。东陵侯，枉朕信任于你，你竟不择手段构陷忠臣，祸乱朝纲。念你早年尚有几分功绩，朕法外开恩，只赐你一人死罪，不牵连你的族人，以此肃忠朝文流言。陛下圣明！陛下圣明！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
唯其意尽，所以人至。方圆竟得儒圣认可，以儒入道，成了大前第一个修士。谁稀罕当什么修士啊？我只想作死，回现代当真正的仙人啊！对了，秦王凶狠暴虐，我要是去刺杀秦王，哈哈哈，我他娘的真是个天才！陛下，大秦一直对我大秦国虎视眈眈，臣愿前往秦国，假意献地图，然后趁机刺杀秦王。方大人不惜舍身报国，如此忠义，千古难寻。大人此举，可昭日月，可感天动地。方大人，不愧是我大秦的第一重臣。方圆，朕今日加封你为大前丞相，你去吧，朕与文武百官在大前等你。是。丞相刺秦成功，恭候丞相凯旋。旗子都插满了，这下肯定是回不来了。方圆，我父亲因你而死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刘如烟，我们培养你这么多年，你立功的时候到了，去，把方圆的人头给我带来。如烟领命。丞相大人，小女子等候你多时了。我奉东陵侯世子之命来取你这狗官的项上人头。你是刺客，是来杀我的！哼，果然是个贪生怕死的狗官。什么为民请命，什么忠勇无双，都是在世人面前做戏罢了。要杀就杀，磨磨唧唧，话痨还当什么杀手？你不怕死？少废话，要杀我就赶紧动手！我原以为你只是沽名钓誉的贼子，没想到却是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大丈夫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专业？刺客还讲什么良心？快杀我啊！我不能杀大钱栋梁，可主命难违，唯有一死，方能忠义两全。大姐，要死也先给我一刀啊！来人，来人，快请大夫！大夫，他伤势如何？何时能醒？这位姑娘头部撞击过重，气血逆行，昏迷一时半刻醒不来。而且大人，此女身上旧伤极多，皆是幼年留下的禁锢之伤，绝非寻常寒门苦楚。老朽行医多年认得，当年东陵侯清剿江湖门派，灭门一户柳姓5人全家，掳走年幼孤女，驯养死士，留下的禁锢伤痕，和姑娘身上一模一样。你说什么？柳家灭门是东陵侯所为？千真万确，此事当年暗地里人人皆知，只是无人敢议论。原来我一直认贼作父，杀我父母，掳我为奴，逼我双手染满鲜血。东陵侯，东陵世子，不必医治，我该回去了。你回去便是羊入虎口，你如今知晓真相，回去必死无疑。我从前不想杀你，是守心中道义。如今我归附，只为手刃仇敌。
方圆的人头呢？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居然敢背叛我！不许杀他，要杀就杀我！动手啊！来来来，为你爹报仇，一剑捅死我！方圆，少拿话激我！谁不知道你现在是陛下跟前大红人？你喜欢这个贱婢，送你便是。对呀，我现在是大前丞相，这小子也不敢杀我，看来只能去刺杀秦王了。那就谢换世子。哦，对了，本官要刺杀秦王，世子能不能赠给我一件兵器？我这儿没有好东西，但城内的四海商行有一把七星宝刀，削铁如泥。四海商行是秦人开的，东陵侯世子是要你上门送死。秦人开的店，那我更要去了。谁是老板？把你们店里最锋利的兵器呈上来。本店有口削铁如泥的七星宝刀，但是不知客官要刀干什么？我要用它来刺杀秦王。啊！关门，落锁！你是大前丞相，竟然要刺杀秦王！当着人家的面说要杀人家大王，肯定分分钟被砍死。大前丞相，你真的要刺杀秦王？秦王残暴，穷兵黩武，让天下百姓流离无所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就算落入你们秦人之手，也无法改变我刺秦的决心。要杀我就快点动手！狗官，敢辱我大秦君王，我要砍下你的狗头当尿壶！耶！这下肯定死定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没嘎？我说，你们杀个人也要抢？愿将宝刀献给丞相，祝阁下刺秦成功。秦王残暴嗜杀，苛政虐民，秦地百姓早就怨声载道。您想去刺杀秦王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我们支持你呀！有了这把七星宝刀，秦王必死无疑。靠，这也死不了吗？等等，秦王身边戒备森严，到时候我一动手，肯定被剁成肉泥。果然是一把好刀。既然你们这么说，本丞相就帮你们除了这个祸害。丞相大义。陛下，我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这就去砍了秦王。去秦国的路途凶险异常，我派300卫士保护你到秦国边境。你们女人当家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这么多人跟着，秦国探子一旦知道，那还刺杀个屁！方圆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朕？要是你刺秦失败，可千万别说是朕指使你去的。放心，陛下，我要是死了，就给您老人家天天烧高香。陛下息怒，丞相这人就是好开玩笑，但有一点说得对，要是动静太大，必被秦国细作察觉，只怕弄巧成拙。臣附议，只有低调行事，才方便接近目标，不引人注目。丞相不顾生死，单枪匹马策杀秦王，此等勇气与胆识，实乃我大前之幸。丞相忠勇无双，智谋深远，实乃我大前之幸。
原来如此，方圆，朕错怪你了。等你回来，朕亲自给你接风洗尘。接风洗尘？直接给我披麻戴孝吧。丞相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要不找个地方歇歇，不然太阳一落势就得喂野兽了。喂野兽，这个法子也不错。不行不行，野兽都是活丝，这地方又没麻药，我可受不了。行，那你去给我们找个地方。是。前面有家黑店，把你引进去，到时候管你是丞相还是大相，都活不了。大人，这店透着古怪，要不我们还是往前走再看看。黑店，死在这儿也行啊。这2天走山路，差点把老子累死了。行，就这儿。又送上门一群肥羊，正好剁了做包子馅儿。这大关细皮嫩肉的，最适合做馅儿的。不就是刺杀秦皇吗？图穷匕现，一刀取秦王狗命。刺杀秦王，他竟敢毫无顾忌当众说出弑君大计，也是底气滔天、手段狠厉的绝世强者。他摆明了是在故意吓唬我。我若敢动他分毫，必定被他碎尸万段。来，砍死我！你不是要杀我吗？不是要把我做成肉包子吗？怎么还不动手？大人饶命！小的有眼无珠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了我吧！我求你别高抬贵手，杀了我，快！完了，他一定是在试探我，我一定不能上当。想找个能杀我的人，怎么就这么难啊？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连死都不怕！吓死我了！我弟弟现在在边关守卫，得赶紧告诉他，万万不可招惹这位方丞相，此人深藏莫测，得罪不得。站住！按照大秦律法，所有人过关需要搜身检查。不必搜了，实话告诉你们，我乃大前丞相方圆，此番入关是来刺杀你们秦王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一起上吧，我要打10个。住手！听说最近边关出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绝世强者，就是你吧？想激怒我们出手，然后顺理成章的把我们杀了，是这样吧？怎么还有这样给我加戏的？我明明是个文弱书生，那是什么绝世强者？你是想扮猪吃老虎，对吧？我早就得到消息，你有如圣赐福，还是一名修仙者。碾压我们如同踩死一只蚂蚁简单。退下。哈哈哈哈！绝世强者在哪儿？先吃本将军300刀再说。来活了！我就是绝世强者，在这里呢！
他竟不闪不躲，这份自信，他一定是修仙者。我若再进一分，必被他瞬间反杀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我是来刺杀秦王的，要动手就快点，磨磨蹭蹭做什么？我等世俗凡人，怎么敢对仙师动手？仙个屁！你们知不知道我要刺杀你们秦王？你真要刺杀秦王？仙师为大秦诛杀暴君，我等感激不尽。恭迎仙师入关。秦国这什么企业化？我是来杀你们大王的，怎么反倒跟迎接贵客似的？方大人，我们等你好几天了。是啊是啊，方大人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可都是望眼欲穿了。不是，你们干什么？我此番入城，目标就是刺杀秦王，不是来和大秦交好的。杀秦王，除暴君！杀秦王，除暴君！好家伙，秦王这在秦国混的是多没人缘，也太惨了。丞相大人，我等愿随您一同杀入咸阳宫，诛杀暴君。大人，看来秦王民心尽失，不如我们将计就计，率众直接攻进咸阳宫。万万不行，人一多乱哄哄的，真要动手杀秦王，旁人必定要护着我，求死计划又要泡汤。各位乡亲，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没有必要为了秦王一个人再牺牲更多无辜的生命。刺杀秦王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反了！区大前丞相，竟敢在我大秦京城招摇不势，还说要杀寡人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来！寡人倒要看看他有几颗脑袋，敢要寡人的命！那可是儒道仙师，我们去捉拿，不是送死吗？若是方圆真能除掉父王，我便能顺理成章接管大秦江山。秦王不必担忧，本仙受你大秦供奉，自当护你周全。秦王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我方圆今日特来取你狗命！区一个刚沾儒道奇毛的小辈，竟然敢在本仙面前口出狂言！你要当出头鸟是吧？你要是敢拦我，连你一起杀！就凭你，仙师修行1000年，修为高深，你想杀他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太好了，秦王这下是彻底怒了，我肯定活不了多久了。太子，快把这个不知死活的狂徒给我宰了！儿臣遵旨。我终于要死了！万亿财富、仙人修为、爽文人生，我这就来了！太子，你……秦王残暴不忍，荼毒天下，让我大秦民不聊生。今日多亏大前丞相出手，我才能除此暴君。丞相大义，太子英明，我等愿奉新君。合着到头来，我反倒成救国功臣了，这叫什么事儿？仙师，我弑君作乱，大逆不道，快出手杀了我！我等修仙者不干涉世俗王权纷争，谁当秦王与我无关。此次若无丞相，我无法顺利除暴安良，大秦上下感激不尽。我以大秦新任帝王的身份起誓，从今往后，秦、前2国停战，永世不再起兵戈。得，现在上战场作死的机会都没了。大钱没了外患，可还有内忧。我去地方巡查赈灾，随便得罪几个土皇帝，肯定必死无疑。诸位，方圆那个蠢货刺杀秦王败露，整个大秦都传得沸沸扬扬。他这次
必定死无全尸。方圆一死，世子也继承了东陵侯侯爵之位，往后就是新任东陵侯，大前再无人能与我们抗衡。从此以后，朝堂就是我们的天下。干杯！不好了，方圆回来了！不可能！秦王残暴嗜血，方圆就算有10条命也不够死的，一定是他的尸体被送回来了。侯爷所言极是，方圆肯定早被秦王大卸8块。好，随我出城，送方圆最后一程。方圆啊，方圆，你总算是要死了！我早就说过，跟我东陵侯府作对的都没有好下场。你竟然活着回来了！唉，世子啊，我也想死的，可惜就是死不掉。你说气人不气人？你，臣不辱使命，顺利除掉秦王。大秦新军愿与我国修好，两国永久休战。好，好啊，方圆，你立下此等不世之功，朕要重重的赏你。丞相济世安民，功德巍巍。陛下，臣不想要封赏。哦，那你想要什么？除了这皇位，朕什么条件都能满足你。陛下，我大前在几年前遭遇大旱，百姓民不聊生，臣愿将所有封赏全数换成粮食与赈灾物资，前去灾区赈灾。朕准了。方爱卿如此心系百姓，真是百官楷模啊！县太爷，求求您开仓放粮吧，我孩子快饿死了。差爷，是不是要发粮食了？想放粮，我请你们吃板子，要不要？大人，外面灾民闹得厉害，要不咱们暂且开仓放些粮食，安抚百姓。放粮？放个屁！给这群贱民放粮，那我吃什么？丞相奉旨来各州巡查赈灾情况，要是让他看到桃源县的情况，你我只怕人头不保啊！怕什么？在这桃源县，我就是天。他什么狗屁丞相敢来，我就让他有来无回。大人，这一带匪患猖獗，到处都是抢劫的土匪，万一遭遇不测，我们的这些粮食可就送不到百姓嘴里了。这一路过来实在是无聊透顶，我还就想遇见几个土匪解解闷儿。赶快来个不长眼的土匪，一刀把我砍死，老子也就不用折腾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大人故意不带护卫，是要把自己当做诱饵，然后把这些土匪一网打尽。大人真是深谋远虑啊！兄弟们，把男的杀了，女的掳回去当压寨夫人。终于来了，这次死定了，谁也救不了我。我可告诉你们，我是大前丞相，杀了我，我这一车财物可都是你们的了。活得不耐烦了，丞相也敢冒充，想死我就成全你。大人，快躲开！大人，住手！不得对大人无礼。大人恕罪，我等虽是山匪，却也知道朝廷法度，谋害朝廷重臣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，万万不敢造次。你有病吧？一群土匪讲规矩守法，你怎么不去考功名？不瞒您说，我就是功名没考上，不得已才落草为寇，但我从没欺压过一个良善百姓。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这年头土匪都这么讲道义，还怎么作死？百姓们都说您是千古第一清官，我们现在虽落草为寇，但也万分敬佩大人的忠义无双。桃源县里的乡绅恶霸横行，恐怕会加害于您。我带着兄弟们护送您过去，肯定能保您周全。哎，别，我不需要你们护送，你们赶紧走远点，以后不许再靠近我了，听到没？方大人果然胆识过人，不愧是干大事的人。
方大人一身胆识，是真豪杰。我们愿归顺朝廷，从此洗心革面，追随大人左右。我们愿意听大人的教诲，报效朝廷。想死怎么这么难啊？丞相大人，我们可算把您给盼来了。县令黄百万他不仅不放粮，还动不动就要把我们往死里打呀！他黄百万就是这桃源县里的土皇帝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求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好一个土皇帝！我这次逼他放粮，就是断了他的财路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，这种狠人肯定会当场弄死我。诸位乡亲，你们放心，本官一定会为大家做主的。谁是桃源县的县令黄百万？下官正是黄百万，不知丞相驾临，下官有失远迎，不知丞相大人此次前来是有什么指示啊？本官命你现在立刻开仓放粮，救济桃源县灾民。丞相大人，您这一路上舟车劳顿，不如先歇息下，明日下官和您一起开仓放粮。你少和我套近乎，等明天要是拿不出粮，我就砍了你。是，下官明天一定开仓放粮。哼，丞相想要粮，那我就先要了你的命。走，我们去卧混山找土匪来，今晚就给我做掉他。黄县令，今儿个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我卧虎山了？虎爷，您不是一直想接受朝廷的招安吗？我这次来是要给你送一场大富贵。哼，你有话就直说，不必绕弯子。只要虎爷帮我除掉那个碍事的方圆，我就替你上报东陵侯，保证能让你做大官，带着山上的兄弟们吃香喝辣，享尽荣华富贵。好啊，我本以为你这狗官只是不顾百姓死活，私吞赈灾粮，没想到你还要谋害丞相大人。来人，把这狗官给我拿下！不是吧？我等了整整一夜，这都快中午了，黄百万怎么还不来杀我啊？动手啊！快动手啊！终于来了，快杀了！谨遵大人吩咐，狗官黄百万已就地伏法。我是想让你杀我啊！你杀贪官杀这么痛快，杀我怎么就不能干脆一点啊？请大人恕罪，我没有滥杀无辜。这狗官和梁邦沆瀣一气，帮他们豢养私兵，欺男霸女，在大旱之年更是哄抬粮价，饿死无数百姓，他死有余辜。梁邦还有私兵？对，梁邦他们有几百号人，个个心狠手辣，连官府都不敢招惹他们，你一定要小心。连官府都不怕，太好了！等我主动找上门，他们肯定会把我乱刀砍死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倒要见识见识这群亡命之徒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启禀陛下，此处便是丞相先前御伏的峡谷。据探子汇报，丞相安然无恙，还收服了卧虎山的一众土匪，此刻正在城内放粮赈灾。有方圆在，真是我大钱之幸啊！陛下所言甚是。这狗官总算遭报应了，多谢丞相替我们老百姓出头，丞相大人威武！多谢丞相大人，这下我们总算能吃上顿饱饭了。令桃园梁邦开仓放粮，以平价售粮济灾民。胆敢囤积居奇，哄抬粮价者，抄家灭族！不是吧？想死怎么就这么难啊？你个外人，竟敢在我桃源县撒野，平价放粮，这是要断我的财路，把我往死里逼啊！帮主，这方圆摆明不给咱们活路，必须给他一点颜色看看。他身边没什么护卫，只有一群土匪，根本不足为惧。好，既然他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他。方圆，你竟敢独自送上门来，真是找死！杀了他，永绝后患！等等，慢着，方圆，你不会是怕死了吧？只要你不再插手桃源县的事情，我可以放了你。别，你可一定要杀我！
让我先确定一下。柳如烟，小虎子，我要被杀了，快来救我呀！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没人来救我了。要动手就快点，别磨蹭。既然他想死，那就满足他，给我砍！终于要死了，亿万财产，仙人修为，爽文人生，我来了！不准伤害丞相大人！不准伤害丞相大人！要杀大人，先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！要杀我，不要伤害无辜的百姓！方大人，对不起，我们救不了你。方大人，是我们连累你啊！乡亲们不必自责，杀了我一个方圆，大钱还有千千万万个方圆，只要大家平安，我死而无憾。嘿嘿嘿嘿，好个忠臣！你既然这么想死，那我就送你上路。大胆贼人，竟敢谋害当朝宰相！禁军听令，尽数拿下，顽抗者杀无赦！大钱禁军，怎么可能？女帝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这下谁还敢杀我？方爱卿，你没事吧？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你这是嫌弃朕来早了？这次若不是朕及时赶到，你早就身首异处了。我就是想身首异处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梁邦谋害朝廷命官，罪不可赦。赵天霸就地正法，梁邦家产全部收缴，用于桃源县及其周边赈灾。是。赵公公，你说陛下为什么非要我住在他隔壁啊？陛下说了，丞相大人的安危重于泰山，他住得近些，方便保护您。保护？我看是监视我吧。丞相，陛下的一片苦心，您就领了吧。再说了，这桃源县现在还不安全，万一再有个刺客，还能有刺客？是啊，梁邦虽然灭了，但还有余党活动。太好了，说不准今晚就会有人来取我狗命。丞相大人听到刺客还这么高兴，真是一个奇人啊！方圆那小子如今有女帝贴身护着，不好动手。侯爷，您的意思是，既然咱们现在动不了方圆，那就直接动女帝。你去杀了女帝，然后嫁祸到方圆头上。刺杀女帝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事成之后，本侯可保你全家富贵。若你不去，我现在就让你的家人死无葬身之地。属下遵命。这刀上有见血封侯的剧毒，去吧。是。这女帝已经睡了，正好下手。你不是女帝，想找个死怎么这么难？让我想想，在古代还有什么作死的犯法？问候全家不行，列王和太后那一次已经用过了。造反、忤逆，对呀，忤逆。女帝，我来了。你是谁？刺客。你是来杀我的，太好了，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快往这儿捅！你不怕死？少废话，快动手！你是来刺杀我的吗？我等你等的花儿都要血了。到底是谁要刺杀谁啊？你快松手！我松手了，你怎么回去交差啊？快，把刀往脖子上抹！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陛下派来考验我的吧？什么考验？
陛下还真是用心良苦啊，故意找人来试探我的防范意识。那我们就好好玩玩。不，我来，既然是考验，那就来点真的。你要是不杀我，那我就杀你，我就非礼你。干什么？你别跑啊！演戏就要演全套。方圆，你为何在寡人的房间？别动！再动我杀了他！这家伙是来刺杀女帝的，等他成功了，我肯定逃脱不了干系，说不定也被当成同伙，肯定是难逃一死。动手吧，我看着呢。什么？方圆，寡人身陷险境，你还不赶紧想办法救驾！陛下，人间有一死，18年后你还是个黄花绝色美女。我说了，动手啊，我看着呢。你不怕我杀了他？杀呗，反正又不是杀我。方圆，你这个叛徒，混蛋！听见没？他骂我了，你快动手啊，让他骂得更狠些。你们君臣都是什么毛病啊？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？我是个刺客啊！尊重，当然尊重。既然是刺客，你就快动手啊！方圆，没想到寡人看走了眼，他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动手！你们这样吧，我给你加点筹码。看见没有？这可是大前丞相官印，你杀了他，我的财富和地位就全都是你的了。哼，区丞相官印算什么？你杀了朕，这大钱江山都是你的。别听他的，我是丞相，我知道国库在哪儿，杀了他，我带你去找。你这个叛徒！骂得好，再骂狠点儿。够了！先杀了你！对，杀我！你别过来！我不过来，你过来啊！快杀了我！找死！真是够了！你别逼我，我真的会杀人的！求你了，杀了我吧！我做梦都想被人杀。不要用打王鞭打中他手里的刀，让他失手杀了女帝，到时候我一口咬定全是我安排的，这下肯定必死无疑。助力每一个梦想，一定要让刺客达成心愿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死在你这样的英雄手里。英雄？对，英雄，你就是我的英雄，快动手吧！大胆刺客，放下兵器！怎么会？不是啊，他怎么自己把自己杀了？这也太不专业了吧！我的死亡机会啊，又没了。这刀上有剧毒，给朕彻查清楚，到底是谁派来的刺客？掘地3尺也要查出来。陛下，刺客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。方圆，刚才你是故意的。故意的？啊？我什么是故意的？你是故意装作贪生怕死，这样来激怒刺客，好让刺客露出破绽，对吧？啊？我有这么厉害吗？不是，我没有，你误会了。你为了把这场戏演得逼真，
甚至不惜向刺客跪地求饶，假装要背叛朕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这都是为了放松刺客的警惕。最后那一边更是神来之笔，你不必解释了，朕都懂。不是，你到底明白什么了呀？方爱卿，你来大前多久了？回陛下，臣入朝已有5年。5年，短短5年，你就从7品的钦天监做到了丞相，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都是陛下栽培有方。不，这是你自己挣来的。朕从未见过像你这般令朕心安的人。完了完了，这语气，这眼神，他该不会是……方圆，朕有份天大的赏赐要给你。陛下，我还是不要了吧。不，这次你非收不可。我去，他该不会是要娶我吧？不对，是他嫁我，也不对。总之，我要是成了皇帝上门女婿，这辈子都别想死了。方圆，你可知道朕最欣赏你哪一点？朕最欣赏你什么都不怕，满朝文武人人为权惜命，唯独你天不怕地不怕，不惧权贵，不惧刀兵，连朕你都敢直言冲撞。那不是我没死成吗？这天下只有你敢骂朕，敢打太后的耳光，敢穿着朕的龙袍躺在朕的床上。那是因为我想死啊！思来想去，这偌大前朝，唯有你配站在朕身侧。哦，完了，他是真的要娶我，不行，我得先下手为强。陛下，臣想求陛下赐臣一片封地。封地？越偏远越好，臣想去替陛下镇守边疆。边疆苦寒，哪有朕的身边温暖？臣不怕吃苦，臣想把陛下对臣的一片痴心，不，把陛下对臣的一片真心用在为大前发光发热。好好的京城不留，非要远赴蛮荒，莫非是看穿我的心意，刻意避着我？好，朕准了，朕赐你岭南封地，明日即可启程。谢陛下。等到了封地，我就可以造反了。真是个风水宝地，穷山恶水加刁民，不造反都说不过去。大人，您说什么？你要造反？我是说，拨乱反正，拨乱反正。去给我贴告示，招人。是，如烟这就去贴下招贤榜。不，我要招的不是贤才。跟着我干，不仅管吃管住，还能打架。真的？本官说话算话。各位英雄好汉，跟我混，保证让你们有用武之地。我等愿追随大人。想出来的，跟我走。大人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很好，果然个个都是人才。大人，您管这叫人才？从今天起，你们就跟着我混，只听命于我方圆一人。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愿听大人调遣。一颗不留，全给我砍了！种粮食一颗也吃不到你们鬼里！大人这是疯了吗？陛下，臣有本奏。
东陵侯，你刚刚继承侯爵，又有何事启奏？臣举报丞相方圆在岭南封地招兵买马，聚众作乱，毁坏农田，打砸抢烧，无恶不作。臣恳请陛下立即将方圆捉拿归案，以正国法。臣附议，这方圆狼子野心，必须严惩。方圆刚到岭南，就把当地百姓折磨得苦不堪言，可见方圆之前的忠良模样都是演戏。不知其他爱卿对这件事怎么看？陛下，方圆一向忠心耿耿，而且行事鬼神难测，老臣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缘故。臣也相信方圆。当初方圆孤身刺秦王，若真想反，何必舍身赴险？你们两个屡次为方圆开脱，难道是收了他什么好处？东陵侯，这天下谁不知道你和方圆不和？这次只怕是你无端造谣生事，一派胡言！你二人分明徇私护贼！够了，在朝堂上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？东陵侯，你刚刚说方圆造反，可有证据？陛下，这是岭南探子的密报，您一看便知。朕知道了。陛下，那方圆……朕说，朕知道了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朕这次要亲自去岭南，看看方圆到底在做什么。臣愿陪同陛下前往。准。太傅、镇国公一同随驾，明日一早动身。臣遵旨。借什么道？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丞相大人的地盘？就是一只苍蝇飞过去，也得交过路费。瞧瞧，岭南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，我们一来就遇见拦路打劫的。走，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几位兄弟，我们是从京城来的商队，想借道。没钱就赶紧滚！再不走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大胆！你们知道你们拦住的是什么人吗？哼，管你是谁，丞相大人说了，这片地上天上掉下个铜盘都得是方家的。陛下，您亲耳听到了，方圆现在就不把陛下和朝廷放在眼里，这以后只怕造反都不是没有可能。陛下，此事或许另有隐情。方圆在封地公然驱赶朝廷使者，还招兵买马，这分明是要与朝廷分庭抗礼。陛下，方圆反心已露，他今天能让岭南姓方，明天就敢让大清姓方啊！臣恳请陛下立即下旨捉拿反贼方圆。陛下，现在岭南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不能随便下结论。镇国公，事实现在就摆在眼前，你还想要怎么查？够了，都别吵了。朕要亲自去见方圆，看他怎么解释。陛下，如果那方圆真有反心，您现在去见他，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那到时候就麻烦东陵侯救驾了。陛下，不如让老臣先去通报一声，免得惊扰了陛下。不必了，既如此，传旨召方圆来见朕。这些人怎么看着不像商队啊？我看也是，管他呢，反正丞相说了，谁来都不好使。叔父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启禀大人，陛下御驾亲临，传您即刻前去接驾。什么？陛下亲自来了？是，陛下已到封地边界，正在等候大人。太好了，
我的死期终于到了！大人这是？方大人果然是旷世奇才，言行举止让人捉摸不透。陈方圆叩见陛下。方圆，朕问你，在岭南各处关口设置路卡，是你的主意？陛下此言差矣，这哪叫设卡收钱，我这是明抢。坊间传言你私自召集人手锻造兵器，可有此事？什么私自打造？我那是明晃晃的打造。我再问你，你可曾纵容你的私人队伍到处打砸抢烧？我是在重建岭南城镇容貌。好的很，方圆，你这一张嘴都能把死人都说活了，仗着朕往日恩宠肆意妄为，招私兵毁地界，桩桩件件全是谋逆重罪。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非你一人的天下，有德者居之。丞相真是胆识过人，我第一次见有人想造反还这么理直气壮，真是令人佩服。别羡慕，你一辈子都学不来。方圆，陛下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这回总该看我的头了。陛下，您都看到了，这般弑逆臣子若不处死，皇家威严何在？方圆罪不可赦，请陛下将方圆押回京城问罪。这才几天就不把天子放在眼里，他日必敢火烧寺庙，此人绝不能留。陛下，方圆此人狼子野心，留不得。方圆，你是故意的，还是认真的？找死！臣是认真的。方圆，你招兵买马，私造兵器，当众忤逆君主，随便一件都够你死上一回了。我等的就是这个，一回死不了，那我就死2回。方圆，你之前虽有功劳，但这次闹得实在太过了，朕也不能保你。来人，把方圆！且慢！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太傅你老人家可别再当搅屎棍子啊！陛下，方圆乃是千古第一忠心的功臣，他这么做必然有缘故。太傅，都这样了，你还要包庇方圆吗？老臣并非徇私，断案讲究人证物证齐全，单凭几句说辞还不足以定罪。臣附议，方圆行事虽然出格，但从未有过背叛朝廷之举。陛下，丞相大人对我大前是忠心耿耿，这一点老奴可以用性命担保。太傅，您别说了，我真的犯上作乱了，您就放我一马，让我死了算了吧。方大人，我知道你一心求死，想要以身殉国，你们做是不愿意揭发那些诬陷你的人，此等大义堪称千古无二。但老臣不能眼睁睁看着忠良蒙冤，大义还千古无二，我没蒙冤，我是真的要造反了。不，你没有。陛下，方圆招募的那些人原本都是些地痞无赖，丞相将他们收编管教有一大好处。哦，什么好处？给了这些不法之徒一条正道，让他们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是引导恶人弃恶从善。陛下所言不错。太傅说的轻巧，这群人本就是刁顽之辈，是善是恶，传方圆手下过来一问便知。臣恳请陛下当庭对证，若他们真如太傅所说，臣无话可说；若他们作恶多端，方圆就是罪加一等。准。臣赞同从东陵侯所言，尽管传人问话。那可不是嘛，就我的那些手下，跟着我到处打砸抢烧，全都是我亲眼盯着的。这回人证物证俱在，看太傅还有什么话说。一颗不留，全给我砍了！种粮食一颗也吃不到你们鬼里。方大人，您放心，老臣相信您的手下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可太放心了，只要他们把我干的那些事全都抖露出来，我这颗脑袋绝对保不住。
你们都是方圆招进来的人。回陛下，是不是方圆让你们到处打砸抢烧，欺压百姓的？大人确实让我们干过这些事。对，都是我让他们干的。陛下，你听到了吗？他们自己都已经承认了。不过大人跟我们说了，只准抢百姓卖的违规商品，砸的话也只能砸违建施工。你说什么？方大人说了，我们上街是为了纠正社会乱象，不是去祸害百姓的。我们抢来的违规商品全都充公了，那些砸掉的都是占道经营、影响民生的建筑。而且大人还说了，让我们干这些事儿，就是在考验我们有没有私心，会不会趁机敛财。我们都经受住考验了。什么考验？我说过这话吗？我是这个意思吗？这画风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？你们说，方大人到底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干啊？我可都听说了，咱们这位方大人是绝世贤士。贤士？那他为什么让我们做这些祸害百姓的事儿？这应该就是方大人的良苦用心。他要通过这个方法来考验我们会不会走上老路。这简直是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我们必须得把握住这个机会。方爱卿，原来你是这个用意啊！不是的，陛下，我不是。陛下，您听到了吗？方大人真的是用心良苦啊！他收编这些不法之徒，不是为了让他们作恶，而是在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方大人此举既整顿了治安，又教化了一方百姓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丞相大人是我们的再生父母，从前我们作恶多端，多亏大人给了我们一条活路。陛下您看，可是这整座城里一个百姓都没有，一定是方圆作恶多端，把百姓都赶走了。方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丞相大人，我们来晚了。陛下，丞相大人的人一直在帮我们重建家园啊！我们这里能过上安生日子，全靠丞相大人，全靠丞相大人！住口！我什么时候帮你们修房子修路了？我分明是派人拆了你们的房子。您是派人拆了我们的房子，后来才知道我们家的房子挡着路了。您后来专门派人给我们盖了一所新房子，不漏风不漏雨，还宽敞。就是他，给我们盖房的就是他。这都是我们该做的，都是仰烙方大人的恩德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老乡，你记不记得我派人填了你们家的水渠？快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陛下。我当然记得。上个月，方大人派人砸了我们家的水渠，一点也不管我们的死活。我还满心埋怨，可我们家那个原来就是个废水渠。后来方大人专门派人给我们打了一口水井，那井水可甜了，喝水再也不用走远路了。方爱卿，朕错怪你了，请受朕一拜。陛下，您没有错怪我。方圆忠心为国，智勇双全，收编不法之徒，教化一方百姓，实乃国家栋梁。陛下圣明，丞相大人忠勇无双。
陛下万岁！丞相大人忠勇无双。东陵侯，东陵侯昏过去了。东陵侯又气昏了，我怎么还站在这儿？陛下，老臣突然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太傅请讲。老臣从丞相大人在岭南的所作所为受到启发，若是将这个方法在我大前进行大力推广，那我大前将日渐强大，一统天下指日可待。太傅所言不错，方圆，朕想让你来个全国巡查，把你的经验推广到各个地方去。这样一来，我大前将日渐强盛。全国巡查，那不是要我一直活着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就这么定了，方爱卿，你可不能推辞。方圆这祸害一日不除，不报杀父之仇，我寝食难安，必须除掉他。侯爷，方圆如今在女帝那儿正得宠，咱们如果和他硬碰硬的话，怕是明着不行，咱们就玩阴的，你们都给我想辙。侯爷，要不咱们将计就计？哦，你说说，怎么个将计就计？女帝不是让方圆去推广她的那套经验吗？那咱们就打着方圆的幌子，到处搞事。您是说，咱派人扮成方圆的手下，到各处抢啊、杀呀、祸害百姓，再放风出去，就说这是方圆的命令？这招可真够毒的。不止，咱们还能往大了整，比如去边境挑事儿，跟别国打起来，把方圆的旗号一留，到那时候，女帝就是想保她也保不住了。行，就这么办。侯爷，咱们想要彻底搞臭方圆，光这些恐怕还不够，还得有铁板钉钉的证据，让女帝嘴都张不开的那种。铁证。列王，您怎么来了？东陵侯，你们在商量对付陛下和方圆，怎么也不叫上姑？王爷说笑了，我们就是随便聊聊。不用跟我绕弯子，姑来这儿是想跟你们做笔买卖。什么买卖？姑从小就被女帝压着，事事都得听她的。说是王爷，其实跟个木头人似的。女帝攥着朝政不松手，姑早就已经受够了。你们要搞她，姑能搭把手。王爷，您打算怎么搭手？这些是姑仿造的女帝和方圆的情书，字迹和印章都已经齐了。好啊！还有这个是姑让人仿的龙袍，上头绣了方圆的记号，能坐实他有篡位的打算。王爷心思缜密，下官自愧不如。这回必须要让方圆跟女帝一起完蛋。警告：宿主即将遭到构陷，罪名私造龙袍与女帝私通，宿主的死亡概率已飙升到89%。多少？89？没错，宿主，有人正在跑制证据，铁了心要弄死你。好家伙，总算有人要跟我过不去了。勾引女帝，私造龙袍，这哪是害我，这分明是帮我啊！我得好好配合他们，把罪名做得死死的。我得写几封情书，写得越腻歪越好，让人一看就觉得我跟女帝有一腿。月容无碍，见字如面，自那日分别朕。不对，是晨夜不能寐，食不知味，满心满眼全是你的影子。嘿嘿嘿，我再来一封更露骨的。月容，我想你想得紧，巴不得天天跟你同床共枕，聊到天亮。这袍子是我让人做着玩的，现在正好能用上，只要再绣条龙纹，就算是私造龙袍了。齐活了！只要我把这龙袍藏书房暗底里，再找人不小心透出去就成了。哈哈哈哈！来人，
大人有何吩咐？本官有几封要紧的新信和一样要紧的物件，你给我妥当的收好，找个靠得住的地方藏起来。记住了，一定要靠得住。属下明白。这回总该砍我的头了吧？哎，你们听说没？岭南那边好些人都把穷帽子给摘了。我二舅从岭南做买卖回来也说过这事儿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方圆，你们知道不？听说是当朝丞相骂女帝打太后揍王爷，整个一混不吝。是他，那可太有名了。这方圆可厉害了，他把岭南的地痞流氓、土匪恶霸全给收编了。现在这帮人都跟着方大人干好事呢。不止，方大人还帮当地老百姓修房子、打水井、整街道，他们现在的日子过得可舒坦了。朝廷都下旨了，让他推广经验，帮咱们这样的穷地方脱贫。唉，咱们这要是能让方大人来管管就好了。山上土匪横行，官府也撒手不管，这日子过得是提心吊胆的。就是，要是方大人能来帮咱们整治整治，咱们也能过上好日子了。快看，好像是方大人的旗号，方大人真来帮咱们了。你们是来帮我们的吗？按计划来，记着留几个活口当人证。你们是方圆大人派来的吗？我们这地方土匪和横行，民不聊生，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，就等着你们来呢。乡亲们，我们是来帮你们的。太好了，方大人终于派人来了，我们也要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了。致富？我们是来帮你们走上黄泉路的。杀人了！快跑啊！留几个老弱妇孺当活证据。走，去下一个县城。老天爷呀，不是说方圆是个大好人吗？我们老百姓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方圆，你个天杀的畜生，你不是人！谁背地里念叨我呢？难道有人在骂我？大人是陛下面前的红人，文武百官的榜样，又得到儒圣先人和百姓的认可，有谁会骂大人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我这人天生招人恨，别说骂了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我这颗项上人头。说起来也奇怪啊，以前不管走到哪儿，都有人跳出来想杀我，刺客、土匪、黑店老板层出不穷。大人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我们这一路回京倒是风平浪静。唉，难道天底下的刺客都失业了吗？突然没人半路跳出来弄死我，我还真有些不习惯。大人，我头一次见人对被人刺杀这件事上瘾的。你这就不懂了，正所谓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大人的意思是，以自身为鱼饵，将这些乱臣贼子调出来，然后一网打尽。大人真是高明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地狱见阎王？我的万亿奖金仙人修为什么时候才能到手啊？来了，方圆进城了。好，给侯爷和烈王发信号。
这次方圆死定了。陛下，臣有一事启奏。准。臣恳请陛下下旨，召丞相方圆入赘天家。这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那方圆似乎不开窍。入赘天家，东陵侯你疯了！方圆虽为丞相，但毕竟是臣子，如何能与陛下？实在荒唐，这成何体统？陛下，东陵侯此言大逆不道，有辱皇家威严，万万不可！陛下三思，此事若传出去，大钱颜面何存？东陵侯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寡人念在你父亲曾对大钱有功，才让你继承侯爵，可不是让你胡说八道的。诸位大人误会了，我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维护天家的体面，大钱的体面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陛下与方圆之间情谊匪浅，唯有赐婚入赘，方能名正言顺，否则……什么？女帝和方圆有染？如果此事是真的，简直就是败坏纲常伦理，辱没大钱历代先祖啊！东陵侯，你说寡人与方圆有染，你有何凭证？东陵侯，你说寡人与方圆有染，你有何凭证？诬陷天子与丞相，该当何罪？贵为一国之君，与臣子私通，又该当何罪？放肆！东陵侯，你说陛下与方圆有私情，这事传出去，事关国体，你可要三思而后行。东陵侯，谁不知道你和方圆一直水火不容，诬陷陛下和丞相，罪当问斩。对，方大人绝不可能做这种事。陛下英明神武，怎会与臣子有私情？东陵侯，你血口喷人！倘若我能拿得出确凿的证据，陛下，你打算怎么给文武百官、给大钱一个交代？若真的和方圆有染，朕愿意在列祖列宗的灵位前以死谢罪，以此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东陵侯，诬陷陛下可是大罪，你得拿出证据来呀！拿不出证据，我们可不答应。证据吗？我身上当然没有。东陵侯，你以为朝堂是你能儿戏的地方吗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来人！且慢！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我怎么会随意带在身上？来人，把证据带上来！赵公公，你去翻。是，奴才遵命。这是寡人的私印。方圆私造的龙袍里怎么还藏着陛下的私印？难不成陛下跟方圆真有见不得人的关系？这袍子里除了陛下的印章，怎么还藏着信呢？这是怎么还有信呢？这袍子里又是私印又是信的。赵公公，怎么还有信啊？上面写的什么？为了陛下的清白，念出来让大伙听听。我的私印为什么会在这个袍子里？这几封信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月容无碍，见字如面。自那日一别，臣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吃炸都没味儿，满脑子都是你的模样。那日你穿着龙袍，威严又好看，臣的心就再也收不回来。要是能跟你一块儿过完后半辈子，
朕就是死也值了。皇姐，这事关皇家脸面，臣弟以为必须把方圆整了，才好堵住这悠悠众口啊！求陛下下旨，把方圆抓了，跟陛下私通，还私造龙袍，死罪没跑。启禀陛下，丞相方圆回来了，现在正在殿外候着呢。方圆，你给朕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方圆，你今天把话说清楚，朕的清白全系你身上了。方大人，这东西你认得吧？认得，这袍子是我做的。方大人，慎言啊！私造龙袍可是灭九族的罪。方大人，要是有人害你，就尽管说。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为什么要私造龙袍？因为我心悦陛下。什么？方圆，你疯了吧？这成何体统？方圆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臣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而且臣说的全是实话。亲爱的荣，跟我走吧，咱们一块浪迹天涯，去哪儿都行。这下总该砍我的头了吧？不仅私造龙袍，还搭上个私通女帝的罪名，就是给我10颗脑袋也不够砍的。方圆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方大人，这信可是你亲手写的，字字句句全是对陛下的亵渎。本丞相的文笔没那么掉价儿。什么？就这水平还想写情书？酸的牙都倒了，措辞狗屁不通。别说写，我就算是用脚趾头划了都比这强。方圆，你不但色胆包天，脸皮还比城墙拐弯都厚，这分明就是你的字迹。我的笔记，你们见过我写几次字？再说了，我要给陛下写情书，也得写点像样的玩意儿。你是我夜空里最亮的那颗星，是我心海里独一份的帆。你的眼睛像一汪清水，映着我一肚子的欢喜。难道说方圆他真对我有意思？哎呀，我想什么呢？你这是现编的？对啊，我现编的，怎么着？总比你们造假造出来的强吧？没错，我早就想当皇帝了。陛下，要我说，你治国真不咋地。你看这朝政可以说是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不如把位子让给我，我替你来做这把龙椅。方圆，你放肆！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，你要杀就杀我好了。好啊，今天我就……陛下且慢，臣有话讲。讲。陛下，以老臣所见，这些证据未免也太全了些。这针脚，果然。太傅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现在证据都已经摆在这儿了，还能有假的不成？诸位请看，这件袍子的绣工，确实跟陛下平日穿的袍子是同一家绣坊出的。那不就结了？东陵侯，您这话说错了，这不是结了，反而是天大的不对。怎么不对？这绣线有问题。陛下平日用的绣线是江南坊特供的金丝银线，色泽清亮。但这件袍子用的线虽说仿得挺像，但却是江南坊3年前就已经停产的老货，确实不一样。老夫以前用过这种线，不仅颜色发暗，还爱起毛。这种停了产的老线，据老臣所知，东陵侯几年前当世子时倒是囤了不少啊。你胡说！我……再说说这信上的墨香，赵公公，你在宫里几十年，你闻闻这墨香，辨别一下这是什么墨。
这墨香乍一闻确实像是陛下的御用墨，可仔细一闻，味道却是不对。陛下用的墨是凤蟹墨，香气清雅，但这信上的墨是龙蟹墨，味道浓烈，不易消散，在宫中就只有烈王的书房才会用到。看来这是烈王跟东陵侯勾结在一起，给方圆布局了。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是吧？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能翻盘吗？说好的89%呢？系统，你是不是在玩我？这只能说明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这件事与孤无关。对，是有人利用我们，求陛下明鉴啊！你们当朕是3岁孩童不成？陛下，我确实想和你发生点什么，是真的。方爱卿，你不必为了维护朕的颜面，把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。陛下，东陵侯和烈王是真心想陷害我的，他们身上肯定还有更重要的证据，你得给他们个机会。你们一定还有后手，我今天能不能死就看你们了。方大人宁肯自己身败名裂，都要维护圣上的体面。这样的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，真是令我们羞愧呀！不是，陛下，你听我说，我是认真的。朕知道，你是想把所有的脏水都揽到自己身上，你的心意，朕都明白。启禀陛下，边境急报，萧县及周边数个村庄县城被屠戮，杀人放火者打着丞相方圆的旗号。这消息来的也太是时候了。我就说吧，我谢谢你们俩。你，放心，我一定全盘认下，绝不辜负你们。我就知道，老天爷还没有把我扔下。咱们是要弄死他呀，他怎么还高兴成这样？方圆被刺杀陷害的多了，估计把脑子弄坏了。陛下，是臣管束手下不力，才酿成边境惨祸，所有罪责全在臣一人，臣愿以死谢罪。我懂了，这是方圆又在给他们下套，我只要顺着他往下演就行。诸位爱卿，可有什么话要说？陛下，微臣觉得这件事有异。太傅切莫再包庇，边境死伤无数，人证俱在，难不成还要偏袒？老臣并不是有意维护方大人，而是老臣能作证，边境血案发生的时候，方大人人在岭南封地干那个，方大人在开那个叫作死动员大会的东西。什么大会？就是您把手下人聚到一块儿，当众宣布，跟着我就是要造反，不造反的就是孙子那个会。当天在场的老百姓足有3000人，都能作证，方圆压根儿就没离开过封地一步。方爱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上火闹的。陛下，岭南一众受过丞相恩惠的百姓壮士，此刻候在殿外，说有要事得当面说。叫进来。陛下，我们有大事禀报。说。陛下，这些人打着方大人的幌子，到处烧杀抢掠，被我们逮了个正着。仔细说说。我们奉方大人之命，到各州县推那个作死经验，结果到了一座县城，刚要开干，就碰上这伙人了。
大哥，来了一伙跟咱们抢活的。哼，抢活，功劳是咱们方大人的，谁也别想动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说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我们是方圆的人。放屁！我们才是方圆的人。陛下，我们活捉了这些人，一审才问出来，他们是东陵侯和烈王派来的。陛下饶命！是东陵侯跟烈王指使我们扮成方圆的人，到处烧杀抢，留方圆的旗号，往他身上泼脏水。龙袍和信也都是他们伪造的，我们只是跑腿的。陛下，臣也是一时糊涂。皇姐，臣弟是被东陵侯给骗了。东陵侯、烈王造假证据，坑害忠良，祸害百姓，罪不容恕。即刻削去二人全部爵位官职，贬为庶民，永久逐出京城，永世不得归朝。饶命啊！陛下开恩！方爱卿立下盖世大功，朕思来想去，竟不知该拿什么赏赐才能配得上你的功绩。嘿嘿，陛下您真是言重了，臣其实也没有干什么。不要妄自菲薄啊，方爱卿，你为我大钱做的还少吗？来，这杯酒朕敬你。陛下不好了，东陵侯他勾结了秦、郑、赵、燕、韩、楚六国，如今六国联军一起攻打我大钱，现在已经快到国都门口了。什么？我去，六国联军打过来了，太好了，这下不用作死了，直接原地等死就行。现如今六国联军压境，有谁愿领兵出战？那可是六国合兵，少说100万之众，贸然出战，等同于送死。硬碰硬，全无胜算，万万不可轻易出兵。陛下，臣要举荐一人。哦，郑国公要举荐何人？老臣举荐丞相方圆。郑国公，你是一点人事不干啊！明明我只要坐着等死就够了。方爱卿，你可愿意领兵出城，抵挡六国大军？陛下，我……只要你能保住我大钱的社稷，这江山朕双手奉上。连我这个人，你要的话，我也给。陛下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，现在六国联军兵临城下，也只能这么办了。求丞相出手，救万民于水火。大钱存亡，谢于丞相一身。求丞相万万不要推辞。六国联军虽然打过来了，但破城也不是简单的事。如果我趁着机会把六国惹毛了，让他们当场把我剁了，那不正好？陛下放心，臣愿意出城退敌。好，我这就派人整队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我一个人出城，多一个都不要。丞相，六国联军可是几10万人呢，您一个人去，那不是送死吗？对啊，就是去死啊！我自有办法，人多了只会是累赘。丞相，孤身犯险，这等胆色，老臣服了。秦国几代老昏君，赵国那帮怂将，楚国全是肥头大耳的贵族，韩国有一堆烂账，我句句都得往他们的心窝子上捅。只要骂得够损，六国元帅再能忍，也得炸了。仅凭方爱卿一人，真能拦下100万联军吗？陛下，丞相这人从来不按套路走，咱们只能先看看情况。
如果实在不行，就只能……这一大片的刀简直是光污染啊，晃得我眼睛生疼。方圆，你真是活腻了，居然敢一个人出城！我们6国联军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你给淹死了。都说大前丞相方圆是个狂人，今天可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！他一个人直面我们100万大军，这不明摆着送死吗？你们都留点神，方圆这人狡猾得很，千万不要给他可乘之机。哼！我6国联军此番就是要踏平大前，识相就速速退开。6位大元帅，东陵侯让你们合伙一起灭我大前，这买卖你们真的是亏大了呀！你们算算，打仗要死多少人，烧钱耗粮，打赢了也得掉层皮，打输了底裤都没了，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？你们说何必打仗呢？不如今天来这里，把你们6国的商路商量通了，在我们大前开一个商贸筹，咱们互惠互利。秦国的铁，赵国的马，楚国的绸子，韩国的粮食，燕国的皮货，郑国的盐铁，你卖我买，各取所需，大家都赚，老百姓也舒坦。丞相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门道。他脑子里到底塞了多少稀奇古怪的东西？是时候了，开始作死！你们这帮蠢蛋，全被东陵侯当猴耍呢！你们那些老祖宗要是知道后辈这么窝囊，棺材板都得掀了。秦国老秦王当年多横，现在看看你们，怂得跟鹌鹑似的。赵国更别提，先王被围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呢？完了，坏了！都骂成这样了，总该拔刀砍我了吧？这不对啊，他们怎么不破防？是我骂的不够狠吗？终于来了吗？就现在，砍了方圆！坏了！可算等到了，来吧！先生一席话点醒梦中人，我蒙氏世代为国征战，今日才算懂何为济世大才，这番道理胜过100万雄师啊！连年战乱，百姓流离，先生提出互通上牧，诸国共生，我们从前竟从未想过。方先生的本事比100万兵马都要管用，请先生受我一拜。不是，我骂的那么难听，怎么到他们耳朵里全都成金玉良言了？陛下，您看到了吗？丞相此举不仅可避免刀兵战火，更可使各国长治久安，互相合作，此乃万世之功啊！丞相果然是丞相，老夫这辈子没服过谁，就服他。方先生，我等愿意各自回国，将先生的合作之策讲与国君。我们有把握劝说各自君主，愿奉先生为7国宰相，佩戴7国相印。七国宰相。方圆，你这个妖言惑众的骗子！太好了，总算有人要杀我。方圆心怀天下苍生，得天庇佑，但凡蓄意加害者，皆与天道为敌。又来了。大人您看，这都是您的功劳。如今7国互通有无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再也不用担心战火了。瞧着这釉色多亮哦！而且大人您竟然愿意把泼天的功名富贵放弃，离开京城游历天下教书育园，这份胸襟如焉佩服。我只是想方设法的到处寻死。大人又说笑了。
我没说笑。就是这家伙，害死了我们商君阁的人。盯紧他，找机会动手。这里人多眼杂，等他们走到僻静的地方再下手。这都死不了，到底怎么样才能死啊？这条小路上没什么人，正是动手的好地方。方圆，给我去死！来吧，杀了我吧！